嗨，我是不点。很早之前去董先生吃饭，招牌海胆水饺味道一般般，但是虾油泡饭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还挺好吃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和你分享炸虾油和虾头酱、虾油泡饭和虾油拌面，以及关于虾的一些小知识。前几天买的虾放在冰箱里忘记了，结果有2只就变黑了，做出来呢也是黑乎乎的。当你正要下筷子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相亲相爱一家人里你妈发来的紧急通知：虾头变黑了，不要吃啊，有重金属染的。纳尼？妈，你的监控摄像头到底藏在哪里？其实虾头变黑是一种酶促褐变的化学反应，酶促褐变是在有氧的条件下，分酶催化分类物质形成醌及其聚合物的反应过程。就以虾为例，虾的细胞组织中呢含有酪氨酸，是一种分类化合物。在有氧的条件下，虾自身含有的酪氨酸酶催化酪氨酸形成醌类聚合物。当虾还活着的时候，靠呼吸链传递物质，分和醌保持着动态平衡。在虾死后呢，组织细胞被破坏，氧气大量侵入，醌类物质大量聚集，破坏了平衡，它们在相互聚合形成了黑色素。但是褐变过程本身呢是不会产生有害物质的。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应该就是苹果的褐变，切开暴露在空气中，很快就会呈现褐色。如果你不想虾发生褐变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隔绝氧气，把虾放入盒子中，加水没过虾，再冷冻保存就可以了。做虾油泡饭，先要来炸虾油。炸虾油很简单，而且这种一次劳作就可以吃好多餐的食谱，我特别钟爱。究其原因呢，还是因为懒吧。剥虾壳之前呢，我们可以把虾放进冰箱冷冻40分钟，这样虾壳和虾肉就会产生间隙，比较好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虾，虾的这个位置呢是虾胃，后面一点是它的胰腺肝脏，是最具有风味的地方。我们先把头轻轻的摘下来，直接连着虾肠的把虾肠去掉，虾头这个虾腔的位置剪去，把里面的虾味挑出来，然后在虾尾部轻轻松动一下，虾肉很容易就出来了，很简单。炸虾油，我们用虾头和虾壳直接放入锅中，放入食用油，稍稍没过就可以。冷油开始操作呢，更加适合新手，不会溅油，时不时的搅拌一下，或者用铲子压一压，让风味物质更好的释放。等到这个虾头里面的水分收干一些，油变成深红色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虾为什么煮熟之后就变成红色了呢？原因是虾、螃蟹这些甲壳类生物吃下了含有类胡萝卜素的浮游生物和藻类，像是虾青素、角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等，与它们体内的蛋白质分子结合，形成了其他的颜色。这些颜色呢是和它们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。烹饪煮熟之后呢，蛋白质遭到了破坏变性，类胡萝卜素得以释放，所以就恢复原来的橙红色了。过滤出虾油，冷却后呢，再放到瓶中密封保存就可以。炸虾油，橙红色的颜色很漂亮，味道鲜香，拌凉菜和海鲜一起烹煮都非常的搭。我们再把锅中的虾头挑出来，放到搅拌机中搅碎，更加鲜美的虾头酱就做好了。虾头酱风味十足，拌面、炒饭都是一绝。锅里留的底油和虾壳来做虾油泡饭，虾仁呢给它开背，西兰花改刀成小朵备用。虾仁和西兰花要穿熟后过一下冷水。虾油泡饭还有一味香脆，我们也要提前准备，就是炒米。我用的是泰国香米，提前浸泡4到5个小时，然后沥干水分。锅中加少许油，倒入米粒进行炒制。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粘连，需要不停的把米粒炒散，直到米粒喷发，金黄香脆就可以。安徽安庆那边呢有鸡汤泡炒米的吃法，非常的棒，有兴趣的小不点可以试一试。刚才炸虾壳的油锅中倒入热水煮开，撇去一些浮沫，小煮5分钟，把虾壳里面的鲜香全部煮出来，过滤到另一个锅中，加入盐、白胡椒粉调味。煮开之后，我们关小火，加入隔夜的冷饭，搅拌均匀。放隔夜饭呢，更加的干爽，吃起来粒粒分明。放入虾仁、西兰花，烧煮片刻就可以。出锅，再撒上一些炒米。我们的虾油泡饭就完成了，可以拿来做宴请的主食，非常棒。米粒吸收了虾油、虾汤，鲜得不得了。咬到炒米的那一瞬间，你一定会被折服，这就是点睛之笔。我们再来做一份虾油拌面，碗底打上1勺虾头酱、1勺酱油，煎面条煮熟，捞入碗中，压入一个蒜泥，适量葱花，虾油适量，加热后泼入面条中，搅拌均匀就可以。虾油拌面和葱油拌面一样简单，却更具有海鲜风味。你可以看到面条的表面布满了细细的虾头酱，很鲜很香。喜欢吃醋的呢，可以再来1勺香醋，味蕾感受更加的丰富，味道也更加的鲜甜，好吃。
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，虾油泡饭和虾油拌面超好吃的，一定要试一试。